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今天又看到 Bruce 就知道是一个聊天节目了。夏天到了，穿衣服呢确实对身材的考验是越来越大了，所以我身边有不少朋友在减肥哦。但是呢，我发现他们在减肥的过程中，尤其在吃方面呢，其实还有蛮多的误区的。那加上我之前因为在减肥20斤的过程中呢，我曾经疯狂的学习过一段营养学知识啊，我是说自学啊，再加上这些年来我又在不停的实践调整学习中，所以呢，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影片来分享一下我观察到的一些关于饮食方面的误区，其中有一些呢是我朋友身上正在发生的，还有一些是我曾经经历过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当然了，我不是营养学专家，我也没有任何的资格，我只是一个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的一个普通人。那今天这支视频呢，也送给有缘的朋友。老规矩，所有能购买的单品链接都会放在 YouTube 描述框里面，大家可以一键购买。我是小镇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我也开通了海外购物群，在海外的朋友只要加这个微信号 XZ 的 Jessica Shopping 就可以进群一起买了。那我们就开始了。很多朋友呢看到零脂肪或者是低脂就很激动啊，还会经常拉着我去吃这方面的东西啊。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呢，就是美国很常见的一种叫做 frozen yogurt 的东西啊，商家呢都会把 zero fat 或者是 low fat 放得大大的来吸引大家。对的，确实它是零脂肪啊，商家在这方面是没有说谎，但是它隐藏了部分的信息，就是大部分这样的 frozen yogurt 里面都是有很多添加糖的。不信的话呢，就拿我家附近一个很有名的 frozen yogurt 店来举例子。我上网呢就去查了一下这一个 frozen yogurt 店的配料表，里面有一大长串，我都不太认识，不过没关系，我认识的这几个字就已经足够了，包括有 sugar 和 corn syrup。Sugar 大家都知道白砂糖嘛， corn syrup 就是玉米糖浆，其实也是一种添加的糖。这两个东西就可以告诉你这个 frozen yogurt 为什么那么好吃，因为里面加了很多的糖。还是那句话，商家有说谎吗？他没有说谎，这个确实是 zero fat， 但是它隐藏了它加了很多添加糖的事实。其实吧，大家用常识来想一想，当一样东西它既是零脂肪或者低脂，又是无糖的话，这个东西肯定很酸，大部分情况下口感都不会很好。作为零食来卖呢，只能卖给那些很小部分的人群，大部分情况下是卖不动的。所以商家一般的都会加上糖，或者是加入代糖。那至于代糖是不是健康呢？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有争议的。我自己其实是更不喜欢代糖，因为我觉得这个口味会更奇怪，当然这只是仅限于我啦。总之啊，你买东西的时候呢，还是要多留一个心眼，不要看到 zero fat 或者是 low fat 就很激动了，还是要看看配料表里面到底是不是有 sugar 或者是有 syrup 这样的糖浆哦。不是说不能吃啦，偶然吃一点是完全没问题的。我想说的就是你还是要清楚自己吃下去的是什么，不要被商家盲目误导了。我身边呢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蜂蜜啊，还经常跟我安利这个蜂蜜是哪里产的，那个蜂蜜是哪里做的，吃了可以滋阴养肺，还可以清火排毒等等，而且它不会胖的，你知道吗？这是蜂蜜啊，这不是糖，它不会胖的。其实吧，只要动动手指谷歌一下就会知道，蜂蜜它的成分就是果糖和葡萄糖，它就是糖啊。只不过当你听说添加蜂蜜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高大上啊，而添加白砂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罪恶啊，不能吃。其实是一样东西啊。那么大家都知道，额外添加白砂糖的东西呢，对健康肯定是不好的，对皮肤也不好，对牙齿也不好。如果你把这个白砂糖换成蜂蜜的话，一般来说添加蜂蜜的东西要比添加白砂糖的东西要贵一点，对你的钱包也不太好，不是吗？当然了，你肯定会说，那蜂蜜它有其他的功效，那这些功效是不是真的有用呢？我这里暂时不讨论，因为我今天这支视频只集中在那些对
控制身材、控制体重的误区的食物这个方面，所以其他的方面我这里就暂时不讨论了。另外还有一类食物跟蜂蜜是很像的，那就是红糖哦。很多人都会说，哇，红糖好健康的尤其是姨妈来的时候喝一杯红糖水，完全不会胖的，特别的健康。其实红糖跟白砂糖是一样的，它就是糖，区别就是风味颜色略有不同，让你感觉比较好，可以卖的比较贵一点。红糖就是糖，一模一样的。那它对控制体重来讲呢，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好处啊。前几天呢，我在一个澳洲的朋友就跟我炫耀说，我最近换了一个特别健康、特别好吃的 muesli， 你知道吗？我心想有健康的 muesli 吗？我这辈子就没有见到过有所谓健康的 muesli 啊。我说真的吗？你不要被人家骗了。他说不可能，你知道吗？我们澳洲现在很流行一个健康 app，很多食物你只要 scan 进去，它就可以告诉你营养指数是多少。你看我这个 muesli 就是 excellent 指数，绝对可以吃得特别健康。我说这个不太靠谱吧，我来看一下配料表，然后我上网查了一下配料表，哎呀，真相大白哦。其他字我不认识 ，golden syrup 这2个字我是认识的，对吧？那具体 golden syrup 是什么？其实我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概念，但是 syrup 这个词我知道，糖浆，那就是添加糖啊。还是那句话，只要你的食物里面额外添加了糖，它对你控制体重就不是很有利。那也难怪他最近说要减肥，每天做很多运动，但是一直瘦不下来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跟吃了这些食物是有关系的。还是那句话，与其去下载那些 fancy 的跟健康有关、跟食物营养成分有关的 app， 还不如老老实实就看配料表。只要看到这些糖syrup 这些东西，你自己留一个心眼，你知道你现在吃进去的是什么东西，它对你的体重控制是不是有帮助，然后你再决定下一步。不要去相信任何的所谓 app， 都没有配料表来的真实。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珍杰西卡这个频道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好，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如果说前3个错误呢都是我很厉害都完全规避了，那么后面2个错误呢就是我曾经犯过的亲身经历过的错误，我今天也一并分享给大家。那其中一个呢就是吃 processed food 加工食物。我记得很清楚10年前呢我刚刚 relocate 到美国工作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房子还没有租好，我住在酒店里面住了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那时候呢也没有很多钱我也叫不起外卖毕竟那个时候食物外卖也不是很流行的一件事情。那我吃饭的解决方法呢，就是跑到超市里面去买一大堆吃的，然后回来自己搞吧就是一顿。那在德州呢是没有很 fancy 的那些超市的，在那个时候10年前只有沃尔玛，我就跑到沃尔玛去买吃的了。跑进去呢就看到有很多那种开袋即食的鸡肉牛肉火鸡肉这些。我当时想这些东西是好东西一方面又可以补充蛋白质，因为那时候我在运动嘛，是需要很大量的蛋白质的。那另一方面呢，它开袋即食，我不用做饭了，本来我也不会做饭，酒店里做饭也不方便，对不对？而且它是 99% fat free， 就是说它基本上就是没有脂肪的。哇，这真的是个好东西。然后我就狂采购了一通什么鸡肉、牛肉、火鸡肉我都买了，然后我就每天吃饭的时候就拌一些沙拉，你知道吗？就是现在所说的白人饭。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吃了，然后心里面美滋滋的，我想这样吃下去肯定又瘦又美。注意我当时买的呢不一定是这个我现在贴的这张图片因为年代太久远了，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我买的是什么牌子什么品种了，反正就是差不多这种类型的鸡肉、牛肉、火鸡肉就对了。那么问题来了，我吃了有接近1-2个月的时间然后我发现我不仅没有瘦，我反而变胖了。我当时就很纳闷我想我好像运动量也没有改变生活方式都没有改变，我怎么会胖了呢？唯一的变量就是我吃了这样的开袋即食的肉类食品，这什么情况？然后我就上网搜了一下，我这才发现我是完完全全的吃错了，因为我吃的呢是加工食物 processed food。
这里呢，我也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加工食物。Processed food， 顾名思义呢，就是这个食物是经过后期 processed 后期加工的食物。比如说我买的这种加工的肉制品啊，还有常见的那些罐头啊、香肠啊、饼干啊、薯片啊这些。经过后期加工的食物通通叫做 processed food。 那这种食物它的好处呢，就是储存的时间很长，而且呢吃的时候特别的方便。你想想那些肉类的加工食品，对吧？我只要打开这个袋子就可以吃了，不用自己费劲去烧。但是呢，加工食物有不少的缺点。加工食物呢，大部分都是很咸的，有没有发现？因为它里面加了很多很多的盐。当你的身体呢有过多这种盐，也就是钠成分的摄入，就会增加你心脏病啊、高血压，甚至是中风的风险。天哪，中风！而且当你的身体里面有很多钠成分的时候呢，水分就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就很容易有虚胖啊、浮肿这样的情况。那另一方面呢，加工食物里面也会加很多的糖进去。那大家懂的，加入糖肯定对控制体重是不利的。天哪，我吃了1-2个月的时间才发现原来这样的加工食物有这么多弊病哦。然后我就去找出配料表一看哦，真是晴天霹雳哦。这张配料表特别的长，我很多都看不懂，但是我能看懂的是 sugar 还有 salt， 也就是糖和盐就足够了。所以感情我吃了半天哦，其实吃了一大堆盐和糖进去。而且当你想想这个食品的配料表搞得那么长的时候，你总感觉不是很健康，不是很自然的样子。所以呢，要少吃这样的加工食物，多吃天然食物 natural food。 什么叫天然食物呢？天然食物就是指基本上没有经过后期加工，或者是经过最低限度后期处理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我们常吃的天然的水果啊、蔬菜啊、坚果啊，我们超市里面买的那种鸡肉啊、牛肉啊、这种鱼肉啊，都是属于天然食物。那就说鸡肉吧，我之前吃错的那种开袋即食的加工肉制品呢，就是 processed food， 而超市里面买的那种生的鸡肉呢，就是 natural food， 天然 food。 所以我现在每一次去超市都会买好几包这样的天然的食物，我自己来做着吃。anyways 呢，所以当时呢，我知道原来不能吃加工食物，要多吃天然食物的时候呢，我就痛定思痛啊，决定要开始自己做饭。但那时候我已经搬到了自己租的小公寓里面啊，其他 fancy 的东西我不会，但是水煮鸡胸肉我可以啊，所以我就开始水煮鸡胸肉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每次吃的时候就加点盐、加点胡椒就可以了。当然了，我这里要补充一句啊，10年前因为我是完全不会做饭啊，所以是水煮鸡胸肉。现在呢，比如说像我用空气炸锅就可以烤出非常 juicy 又很嫩的鸡肉，不用吃水煮鸡胸肉那么苦哈哈。扯远了，总之就是要少吃这样的加工食物，多吃天然食物。我跟大家讲，我后来开始吃天然的食物之后呢，身材就立刻恢复了在我吃加工肉食品之前的状态了。大家可以试试看。我在10多年前减肥成功之前为了减肥，我曾经吃过很长一段时间所谓的减肥的零食，比如说吃了号称可以饱腹还可以加快肠胃蠕动的减肥饼干，大家有吃过吗？我以前买过很多不同的品牌，我已经不记得，但我吃过很多种。还有那种叫做 shake， 就是吃了之后也是能够饱腹的，可以当做一餐饭的那种代餐的 shake， 大家有吃过吗？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上海还没有买我每次去国外出差或者旅行的时候，我都会去扛一点 shake 回家慢慢吃真的好可怕。那它的初衷呢，就是希望吃这些东西来代替一餐饭，降低你一整天卡路里的摄入。但是我发现在我身上完全是不管用的。第一呢，吃这些东西或者喝这些东西就根本没有吃饭的感觉，它就像吃零食，你知道吗？而且我的食欲一直是很旺盛的。那对其他女生来讲呢，吃了或者喝了这个东西，你就可以代替一餐饭，但是对我来讲是不可以的。我后面就变成了2餐之间的加餐和零食，你知道吗？等于我吃的东西比以前更多了，所以完全在我身上就是失败的。
那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我当时就在想，任何东西吧，如果你是不能够长期做、长期吃的，这个东西呢，就不如不要做了，因为你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吃晚饭，来一个奶昔的，对不对？也不可能一辈子不吃晚饭就来2块饼干的，这个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越想越觉得，这个方法是不靠谱的。更何况我吃这些喝这些，我也从来没有真正的瘦过。所以我想通了之后呢，我就终于放弃幻想把这些所谓的减肥饮品啊，或者是减肥饼干，通通都扔掉，痛定思痛我才在10多年前开始了健康饮食加上适度运动的这样一个生活方式，一直坚持到现在。不能说坚持了，因为坚持好像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一点都不困难，就很自然了，已经变成就是我每天的生活方式。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是正常的在吃饭身材保持的也还可以吧，所以我自己还是深信不要盲目去相信或者盲目的去跟风买这些所谓的减肥食品都是没有用的。减肥或者减重最重要的还是要好好吃饭，也就是健康的饮食加上适度的运动，保持健康的身体和美好的心情，你的身材自然就会好起来的。好啦，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比较多的5个关于减肥如何吃上面的误区。当然了，说到这里可能就会有朋友留言表示说，你这样太累了，我什么都不能吃，什么都不能够享受，这个生活是不是太无聊了？其实我做这支影片的目的并不是这样的，我也不觉得说你偶然去吃点甜品啊 frozen yogurt 有什么错，或者说有的时候吃些罐头啊，我也吃奶酪啊，我也吃香肠啊，这些没有错的。那今天这支影片的目的呢，其实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大家可能平时不知道的一些知识点那么当你在吃喝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心里面有一个数，不是说我今天就完全不吃加入糖的甜品或者加入糖浆的 muesli， 不是的，只是你吃的时候你知道这东西是有一些糖的，没关系，我今天吃我 enjoy 就可以了，但是也不能多吃，而且我要多运动不要去说这个 muesli 很健康怎么样，不是这样子，就是你要清楚你吃进去的是什么。那这一点呢，我觉得是更加的重要，并不代表说你什么都不能吃，什么甜的东西你都要放弃这不是我做这支视频的初衷，我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好了，那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也看到这里吧。那如果喜欢这支视频呢，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这个频道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我是小郑杰西卡，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